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龙族 Z 激斗天下第一武道会》。这款游戏是 FC 平台一个很特别的游戏，因为呢，它是需要条形码装置来扫描特定的人物卡牌和道具卡牌，才能够进行选人和对战的游戏。那模式一共有3个，2人对战、4人和8人。我选择的是一个8人。我选择了超级赛亚人版的悟空。那按住 B 之后呢，自动开始选人：拉蒂斯、基纽、萨博、16号、特兰克斯、栽培人，还有千钧饭。HP、BP、DP 分别是血量、战斗力和防御力。AI 之间战斗呢，咱们是看不见的。其实这种选人和选道具的方式，大家应该想起了另外一款游戏，就是悠悠白书爆斗暗黑武术会那款游戏，我给大家录制过。但是现在呢，这2个 ROM 都有了破解的版本，你可以直接通过号码来选人或者选道具，就不用卡牌来扫描了。我的天啊！基纽没有打过栽培人啊，好，我打特兰克斯，特兰克斯的战斗力还不如我的一半，那应该很简单。这款游戏呢 ，A 是角 ，B 是拳 ，AB 前 AB 后 AB 下 AB 是各种必杀技，然后上是跳跃，按住 B 不松手，2下上是悟空术。其实大家也能看出来，这款游戏的操作手感是很一般的。那其实比它的同门悠悠白书爆斗暗黑武术会要差很多。这边拉蒂斯竟然赢了。那我要打这个栽培人啊，我这个栽培人战斗力不低啊，32。这地方看起来是界王星啊，这个场景。这个游戏我通过摸索发现一个基本上稳赢的策略，就是因为 AI 总跳，所以呢，咱们普通情况下发射冲击波的时候，你基本上打不到人。这个龟派气功基本上打不到人。然后这个栽培人自爆了，自爆这招其实非常强，不要被他炸到。但是呢，咱们就打他这个节奏差。趁他跳着落下来的时候发射一个冲击波，这样他第2次跳基本上就会撞到。这是一个基本上稳赢的技巧了。好，这哥俩战斗，拉蒂斯。游戏其实有3个难度，我选的是2难度。3难度的话，比这个难度敌人的战斗力要高很多，就不太正常吧。虽然2难度也不太正常。我俩的战斗力现在差不多了，但是呢，他的防空了。这个游戏偶然性其实挺大的，有的时候3、4万血上去2、3脚踢死了。好，这样呢，我拿到了冠军。拿到了冠军之后，你要挑战弗利萨啊，拿走了这些奖金。我记着第1届的时候，武天老师拿了这些奖金都被悟空吃掉了，下了一顿馆子。这里要打弗利萨。那这款游戏的剧情就是贝吉塔篇、弗利萨篇和沙鲁篇。弗利萨非常狠啊，战力比我高1倍，所以我就要利用到这个技巧了。发射这些冲击波的时候要消耗我的战斗力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除了栽培人之外，其实另外一个角色非常的强力，好把他干掉了，这样通关。但是呢，第1次通关只是牛刀小试吧，因为呢，你单人通关1次之后，存档，第2次再进入游戏，再打通1次武斗会，那后面呢会出现杀戮。刚刚的剧情也非常忠实原著了，弗利萨挡了一发元气弹。后面咱们还需要存档。这款游戏其实非常的可惜，它的基本的系统方面都非常不错。
就是这个战斗的手感太糟了。咱们再开一场8人，这次我选个其他人，选个18号吧。好的，18号。看看 AI 的选人，17号。饺子，饺子是一个非常强力的角色，又有拉蒂兹。饺子的强力呢？后面会给大家说到的。雅木茶、午饭、特兰克斯、科林。我小的时候那版本叫小林。好，饺子和特兰克斯，我的天呐，家暴现场！小林和18号。先看一下饺子和特兰克斯，他们这人物数值应该是有一点随机性的。妖兽了，我的天啊！饺子把特兰克斯干掉了，这看数值感觉雅木茶能赢啊！4平，加油啊！输掉了，这运气不济啊，战力比别人高1倍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家暴现场。我操作的就是18号，我仍然利用这个必胜的技巧吧。另外呢，还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本局应该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就是每回合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大家注意中间的读秒。给了我个7元斩，这个秒读光之后，那会进入一个间歇。回合的休息时间呢，你可以选择一样道具对自己进行加强，或者对敌方进行削弱，甚至可以召唤神龙的卡牌，让你学会新的必杀技。那18号的前 AB 应该就是这个保护罩，这个保护罩应该是不会破的。拖一下时间，咱们进入道具选择的环节。从29号一直到68应该都是道具。那68呢是4级的神龙。好，这是4级的神龙。一般呢是让你学会一个新必杀技。克林呢是增加了一个战斗力，选择奇迹卡。好的，果然小林打不过老婆呀。看看17号和午饭，午饭也是有超级赛人版本的。那正常的这个卡带没有破解过的，没有这种号码选人的，就是你需要扫描卡牌进行选人的。像多回合制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使用一些道具卡对人物进行升级人物是有一些级别设定。这里呢他俩是姐弟啊，应该是姐弟吧，还是兄妹啊？这里打17号他的这些很猛啊，但是他战斗力都扔出去了是吧？战斗力都当做冲击波扔出去了。像这种悟空术的场景就很难击中他。我再拖一下吧，我再选一个其他的道具。这个网上是有道具表的，你可以查到每个道具是什么用，每个号码对应什么道具。打死了这，我以为这发他不会吃啊，那算了，干掉就干掉了。我这边要打拉蒂兹，这局呢我用一个道具吧，因为一局的时长才20秒。这个时长其实选项里也是可以设定的，你可以设定2个人物要战斗几局，然后每局呢时长是多少，然后敌人的强度，这些都可以选。普通的这一脚，你看我踢他一脚4000的血，很疼。现在我战斗力下来了，踢脚没那么疼了。但是呢，你像打沙鲁啊、弗利萨的时候，选一个59号，他也选了一张。我是什么也没选到吗？是？应该解决他吧？踢他。其实脚还是挺好用的，
好，干掉了。对，之前跟大家说一下饺子这个角色了。饺子这个角色有一个定身技，大家记着他的超能力吧。定身之后，然后近身撞一下，2万的血，所以饺子这个角色很强。好了，开始了打沙鲁篇。那沙鲁的战力应该是接近10万左右吧。其实这种战力差呢，因为咱们战斗力只有他的一半，他如果给咱们个3、4脚也就带走。所以说这个游戏还是很难的，主要是偶然性非常大。开场就不要被他压制住，不要被他踢倒。开场咱们先起脚，然后呢就开始用咱们必胜策略这样打，不要和他近身。近身的话踢个2、3脚，这条命就没了。9万5的血也不抗踢。看给了我一下，哦，1万9的血了，看啊，9万5瞬间1万9，恐怖啊！战力太高了，好，把他干掉，这样才算是通关。通关之后会有一段剧情，但其实沙鲁，我刚才跟沙鲁打的状态大家也看见了，是他初始状态，应该还没吸收什么人造人的，对吧？通关之后会奖励咱们一个 Z 战士的全家福吧，一张图片。好，就是这张。那后面呢，给大家演示一下神仙的房间。神仙的房间是武道会之外的一个功能吧，应该说是这个卡牌扫描仪器的一个功能。就是呢，它可以测试咱们这些卡牌的属性以及都是什么道具。如果当年的漫画在这张图片之后结局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局了。咱们进一下神的房间，测试几张卡吧。因为28、9之后一般都是道具卡，前面都是人物，人物就是人造人系列的，还有这些赛亚人，还有 Z 战士。49啊，是这只猩猩。69就是68就是4级的神龙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 FC 平台的《龙珠 Z 激斗天下》第1武道会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再见。